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现在介绍这些加入的节目来宾，第一位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资深两岸媒体人徐和谦，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到现在伊朗的高阶军官他直接讲说什么，预期跟美国的战事呢可能会再起哦。他说很可能会发生，而且有证据来显示美方并未遵守任何承诺跟协议。那现在呢，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他怎么说呢？他说现在球在美国手上，选择外交途径或是延续对抗路线，无论如何，伊朗都为这两种情形已经做足了准备。那甚至我们看到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伊朗现在发布的一个 AI 影片展现伊朗的战机轰炸科威特的美军基地看到画面轰炸起来那现在变成这样的情况之后呢，现在伊朗的司法总监说，伊朗不回避谈判，但反对美方胁迫。怎么说呢？他说，伊朗不回避跟美国的谈判，但坚决反对美国的胁迫。谈判本身合乎情理，有其逻辑，但不意味着要接受美方颐指气使的要求更不能忍受美方用威胁的手段加强意志所以看出来呢，在伊朗里面呢，其实情绪非常的高。那现在问题来了，现在的伊朗的最新的14点的停战方案曝光川普不领情唱衰，向德黑兰行为不当的后果。现在德黑兰呢提交了一份14点的方案。那根据2名消息人士透露，这份提案为谈判设下了1个月的期限，目标是什么？希望能够达成协议，重开荷姆兹海峡，结束美国的海上封锁，而且要永久终结伊朗跟黎巴嫩的境内战争。但川普怎么讲呢？他直接唱衰他说什么？我即将重新审视这个伊朗刚送交给我们的方案，但无法想象会是可以接受的内容，因为他们尚未为过去47年来对人类与世界所做的一切付出足够大的代价。那白宫怎么说呢？白宫未对伊朗的最新的提案提供细节。那根据报道指出现在美国的这个特使魏克夫已经对先前的方案提出修正，将伊朗的核计划重新纳入谈判的核心议题。好，那现在呢，包括了伊朗僵局包袱沉重，川普的处境呢难上加难，后果超棘手。现在呢，这个路透社的华府特派员他直接讲说什么？僵局可能会无限期的拖延，川普执政的共和党会面临到非常重大的风险。那贵为总统的川普呢，将会更加难堪，因为战争目标没有实现，内政经济压力续增，政治的后果不堪设想。那另外包括了前中情局的特工，他也讲话了，我们看看这段画面。I'm not sure that there are any viable military options. I mean, God forbid we should target the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That's a war crime. It's actually very clear in international law. You can't bomb the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You can't bomb the electrical grid or the water treatment plants. You can't. So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Just keep blasting the IRGC? Okay, well, where's that gotten us? They're survivors. It hasn't led to the collapse of. So when are we going to finally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what we're doing is just simply not working? 好，短短的一句话呢，也透露出川普现在面对的压力有多大。那现在呢，荷姆兹的僵局未解，现在伊朗出手控海峡，拟禁以色列的船通行，那敌对国家呢恐怕会遭到封锁。伊朗的国会呢最近将通过一项法律规范荷姆兹海峡的航行，其中包括了特定的船只限制措施。而来自这些敌对国家，可能只包括美国跟以色列的船只呢，除非对战争相关的损失进行赔偿，否则将被拒绝发放通行许可。那现在不等美国解封港口了，现在伊朗呢愿意先开放荷姆兹，那核问题呢留到永久停火之后。纽约时报报道引述2名伊朗高层透露，德黑兰愿意在川普解除海上封锁前先行开放荷姆兹海峡，但坚持在达成永久停火之后呢才讨论核问题。那川普现在对伊朗的提案呢仍不满意，那美国的财政部呢对支付荷姆兹海峡通行费行为祭出制裁。现在呢美国的财政部宣布将会对向伊朗支付荷姆兹海峡的通行费的个人或实体祭出制裁，借此来强化对德黑兰当局的这个施压。那现在僵局无解危机无解，现在川普呢有新的绰号叫 Nacho，Nacho 呢就是没有气死的这个玉米片。现在呢大家封川普这个新的绰号，那也意味着荷姆兹的海峡
重启无望。先请教彬哥，彬哥你怎么看？现在呢？伊朗的高阶军官说，预期啊，跟美国的战事可能会再起。当然，什么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啊。因为川普到底会做什么决定，我想他搞不好他自己都不是很清楚。是，因为他也许突然之间转念，就又做了一些新的决定。所以伊朗这边当然是，不管是核战，他都会去做准备。那当然能够准备到什么程度，这只有伊朗人自己知道。可是问题就是现在，你川普好，你要重新发起攻击，那就好像这位前特工讲的，对，就是你到底要攻击什么？就是你之前说要攻击的发电厂啊、民用设施啊这些东西，你也去炸了人家的桥，那你也去做这些东西。那如果你去攻击伊朗的炼油设施，那你大概就可以想见，伊朗一定会报复，去攻击中东这些国家的炼油设施。是，那就是大家一起完蛋。那这个后果是川普想要承受的嘛？那伊朗如果再次攻击中东这些国家，美国做好准备去防护这些国家了吗？你有办法拦截掉伊朗的所有的飞弹吗？好像看起来之前做不到，那之后你要做到好像也不太容易。所以我觉得其实本来一个比较好的做法是，刚好趁这次国会要求他60天之内你要结束战争行为的时候，你就趁机就帮自己找个下台阶。可是川普选择不要，他选择说我们早就这个已经停火了，所以这个战事并没有持续啊，所以中间这个现在就算暂停状态。那如果他坚持要这样的话，那他就要想看，他到底要如何在伊朗取得一个胜利。虽然他现在说谁说他没赢的就是叛国，对，可是你用凹的是没有用的，你还是要得出一个让美国人真正认为你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到底怎么解决？那显然美国的要求现在伊朗是通盘都不接受。那伊朗提出来这14点，看起来美国要接受的可能性也不高。那战事就持续这样拖下去吗？你每拖一天，你美国在中东的这些部队就是不断的在花你的钱，是，对啊。然后你现在在中东的基地，基本上都受损。那你要不要重新修复这些基地？那如果不重新修复这些基地，美国在中东的势力就会重挫。那可是如果战事不结束的话，你现在有办法去重新修复这些基地吗？这恐怕都是大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说，现在应该最好的方式是赶快找一个下台阶，华丽转身。可是川普恐怕想的还不是这样，他想的是真的要赢。那如果真的要赢的话，你有什么把握？有什么办法去折服伊朗？因为经过这几波攻击之后，伊朗大概也清除了内部的一些潜藏的这些摩萨德的人也好 ，CIA 的人也好，所以你情报资讯量是比过去还少。那你要去攻击那些你在第一轮攻击的时候都攻击不到的地点，你有办法做到吗？如果都做不到的话，大概伊朗看起来也蛮耐打，是就持续在那边支撑。那伊朗这样持续支撑下去，请问一下，美国要怎么办？在这边一路拖到期中选举吗？这个显然对川普就不是个选项。所以我觉得目前这个僵局会让川普的情绪会越来越急躁。那情绪越急躁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川普搞不好会做出错误的决定。那做出错误的决定之后，战事是有可能会再起，但是到最后的结局恐怕只是让川普跟共和党陷入更难堪的境地。那我们就看他到底怎么抉择。好，请教张延廷将军。我认为美国可能面临的时间压力可能比伊朗来的大，因为美国在这个40天战争当中没有一击奏效，那没有一击奏效，反而让伊朗天生的底气，我可以撑得下来，撑得住，没有问题，还有发挥真实承诺的反击力量，是这样。没有一刀毙命下去，没有，因为这个最主要要一击奏效，因为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兵家有这么说，那美国在这一方面反而让伊朗有了底气，我就是给你继续耗下去。那换句话说，时间的方程是由美国转到伊朗去，对伊朗有利，我这边从容部署。美国是远地而来调兵遣将，对美国来看是劳师远征，后处战地者劳，对美国来讲是长期来看是不会不利的。所以美国面对的时间压力会比伊朗来得越来越高。另外来看，就是说，这个在双方都不退让的状况之下，美国过度乐观。美国当初也是因为过度乐观，认为可以吹破伊朗13000个目标，就会让伊朗屈服。结果好像伊朗也撑住了，因为他的疏散、伪装、地下化，还有他的一些欺敌的措施，让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的轰炸的
作战效果大打折扣，是这个样子变成，然后川普所得到的这些情报分析变成川普的战略判断错误，实际上让伊朗战争他并没有这个一举奏效，完全获胜。那现在来看呢，伊朗认为，我认为美国要让伊朗屈服，一定要地面战，但是伊朗看出来美国不会地面战，因为美国非常重视这个生命的价值，美国重于生命的防护是超过牺牲。那作战一定要牺牲，你如果作战不牺牲，你就不敢做地面战，不敢做地面战，就没有办法创造决定性的战略效果。那被伊朗看出来了。是，你看美国的命是非常值钱的，那既然不要牺牲，打仗一定要牺牲，大家来梭哈，对人命的梭哈，大家投进去。这个如果这个战士视死如归，绝不投降，all in进去了。对，那就不一样了，战力就出来了。那如果是生命非常值钱，那你就会瞻前顾后，有所保留，对，你就没办法整个战力做施展，绑手绑脚了。现在就变成这样子，所以美国已经缚手缚脚了。是，那在这个状况下也被伊朗看破。那现在呢，在时间压力之下，美国必须面对三股力量压力要出来。第一个，国会压力会给川普，美国的参议院跟众议院，他会这个压力给川普。你川普这个事情怎么解决？怎么解决？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是不是这样？那美国川普要面对的是这我们讲国会的压力。第二个，民众的压力，因为川普的民调一直向下溜滑梯，已经到了34%了。你看他本来是50%几啊，现在34%，反对伊朗战争的将近70%，哇，那是非常高，60%几已经很高了。那这样的话，川普会不会面对压力？当然，因为美国是民主国家，他是总统是选出来的，就要面对民意的检测，就民意检测交出来，就你的目前的民调的支持度只有34%，而且还在向下修正。川普第二个压力，面对民调、面对民意的压力大不大？当然大。第三个，期中选举11月，现在已经5月，不到半年就要期中选举了。期中选举，川普的共和党有没有人要跟这个川普站在一起啊？那如果站在一起，可能被人票房毒药，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那川普会有压力。如果期中选举，这个共和党在参议院跟众议院，结果开票开得难堪，川普会不会有压力？当然会有压力，这只是国内的压力。那不要忘了，还有第三个国际的压力。国际没有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出来，北大西洋公约组有一个国家要正式派兵帮助美国，因为他们认为正式派兵帮助美国，也就是帮助以色列，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不要帮助以色列，可以帮助我不要，但是你们两个已经加在一起了，所以帮助美国也视同帮助以色列，所以其他国家就会有所忌惮，对美国没办法那么支持。川普只是不愿意把话讲开而已，大家不愿意对川普的支持，是因为以色列的因素，但大家都不能说，因为这一说政治扣分，没有得分先失分，所以川普也不能讲，也说不开，那只能怪德国、怪英国、怪法国、怪这个西班牙，甚至还怪到意大利去了。那但是没有办法，这是结构性问题，因为以色列是其中扮演的角色之一，所以让川普在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忘所欲言的来表达。好，请教何先哥。是这两天的刚刚主持人说到表态，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跟伊朗双方都在打所谓的两手策略，都说我们有意要谈，我们也准备了方案，但是我们不排除重新再打的可能性，以此呢来拉高自己的要价，同时也安抚自己国内特别是伊朗。那伊朗大家都知道，在这种前国家元首前最高领袖被杀，然后呢，国内的死伤已经超过3000余人，包括1700多名平民的这样的一个惨重的死伤的情况下，如果要去跟敌人来这个进行一个签约握手，说我们正式停火，那你必须要先摆出很强硬的姿态，你才能获得对内的一个合法性。所以现在大家双方都是在打两手策略。那当然，伊朗在这一轮的这个条件交换当中，也提出了一些真实的新的让步。包括像之前伊朗一直说的是，你美国要先解除对我伊朗的整体的航运的封锁，我才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最近这2天，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媒体，不管是华尔街日报或者是纽约时报爆出来的，都显示说，伊朗好像认为说，我们可以先宣布，我们让这个海峡通航，把这个还困在这个波斯湾里面的3000多艘
各式轮船给放出去，然后你美国再再接着宣布解除对伊朗的这个禁运的制裁。那可以理解啊，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伊朗的这个美军啊，这个包括特别不管是在这个阿曼湾还是在更外面的阿拉伯海，对整个进出霍尔姆斯海峡的涉及伊朗的船只的禁运，确实让伊朗非常的辛苦。最近呢，有一个伊朗的副部长就说了，过去1个月啊，伊朗新增了200多万的失业人口。那大家知道伊朗是一个9000多万人的大国嘛，那我们扣掉非就业年龄啊，那大概7000多万的就业人口，那其中1个月就新增了200万的失业人口，其实对这样的一个国家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是第二个是出口的油的出口，对伊朗来说，油是这个油气的出口是它的经济命脉。那伊朗平均过去每天啊都要有150万到200万桶的油出口，你这个油得运出去，因为油井不像水龙头说我没人买我就关掉啊，不是这样的，油井是你打了你就要一直出口，不然你一旦关井啊。这个轻则这个你要花费数个月才能去修复你关井之后所造成的这个机械的损失。第二个就是说你哪怕恢复这个关井之后再恢复，你可能这口井的这个产能就会掉20%-30%，这是非常大的涉及到这个地质跟压力的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伊朗这几天已经在拿一些旧的油轮来当海上的浮筒，因为陆上的储油设施你油打出来之后要储存起来嘛，储油设施已经快要见顶了，大概剩下10几天的这个冗余量，所以伊朗开始去找一些旧的油轮来当超大浮筒来这个放在海上，把油放在这些旧的这个油轮里面啊，所以现在对于把油运出去，对伊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虽然啦，这个伊朗的航运协会的主席也说，这个我们还有40%的这个产能是可以走这个里海啊，包括甚至还有说它可以走陆路出去。但是我也看了一下，就说如果通过陆路走，特别是如果走所谓的这个中国伊朗铁路，就中国大陆经哈萨克到土库曼斯坦再到伊朗的这一条10400公里的这个很长的铁路来走呢，其实用铁路来运油的这个效率是远远不足以去抵消这个航运海运的这个损失，因为一艘这个超大这个 very large 这个 crude carrier 这个叫超大油轮，它运出去大概就是200万桶左右。那一艘列车运出去，哪怕你挂这个大概几十艘车皮啊，你大概就是2.5万桶到4万桶，所以大概是1/70的差1比70啊，所以是很不容易的。就铁路当然也能运一些，但是也就差不多能够补这个海上被禁运的差不多10%的这样的一个缺口而已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美国也很辛苦，双方现在都在比这个经济的耐力。美国最近的民调就指出啊，30%左右的美国家庭都说 ，OK， 这个油价的上涨、通货膨胀已经给他们造成的压力，40%的家庭决定减少出行跟消费。那也有议员在警告了，再这样下去，从5月开始，美国的民调跟这个经济压力会大很多。所以我想，双方应该都还是在往谈的方向来走，避免战事的进一步扩大。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我们来看一下就在这个川习会前夕美中之间的氛围到底是如何呢？现在川习会倒数现在美国派的运输机降落到北京了。那现在呢，美军的 C-17的运输机呢，在1号的时候呢，降落到北京的首都机场。香港媒体指出说呢，这架的军机很可能是川普为此行预先怎么样运载物资，很可能意味着大陆当局到现在还没有证实川习会按照计划正在推进当中。那现在看起来中方的态度是有点保留。那川普的态度怎么讲呢？他说我们会按计划访问中国大陆，而且呢一定会很精彩。这次会很精彩的访问，而且计划就在本月访中。那现在呢，这个美国的参议院的外委会跨党派的议员同时提出了决议案，关切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利益的威胁，警告解放军迅速现代化，试图透过胁迫或是武力的手段的改变台海现状，更进一步在台海紧急状况发生时呢，阻止第三方的介入，聚焦在维持美国的核主力。那现在呢，中美的角力呢，现在美国制裁了中国大陆的炼油厂北京当然也不是吃素了，阻断给你反击。现在美国的财务部加大对伊朗的压力，对35个实体或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了中国大陆的独立炼油厂这5家的这些企业。那中国大陆的商业部也反击说针对美国对5家中国大陆的企业实施这样的制裁，现在呢这个发布了这个阻断禁令，不得执行
美国的制裁措施哦，所以你反正人家也会反击。那现在呢，是不是凸显出美军的短板跟高市的焦虑呢？先从哪里看到呢？先来说到最近不断说大话的赫格塞斯啊，赫格塞斯呢在国会阐述印太战略啊，强调确保北京可以看到美军的实力。怎么说呢？他说美国将以实力而非对抗哦，在印太地区呢嚇阻中国，要确保北京能够看到美国毋庸置疑的军事实力啊，以及重申去年在香格里拉对话对中国的立场。他说啊，我们并非试图扼杀中国的发展，也并非试图支配或羞辱中国，更不会试图改变台湾现状。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大家说，美国媒体急了吗？哦，现在包括了伊朗战争呢，把美军的短板给暴露了，对手正在近距离的观察。华尔街日报直接点出啊，随着这个美伊的战事推进啊，美国的3大安全对手中国、俄罗斯跟朝鲜正在近距离的观察美国的军事战力跟短板，因为打了2个多月，到现在还没有结果。现在你的一举一动是不是也被这3个国家悄悄的观察当中呢？那现在呢，美国的欧洲司令部的负责人哦，他也是北约最高的军事领导人，他直接讲说，尽管乌俄战争呢持续多年，但俄罗斯呢持续都能够维持飞弹跟无人机的高产量，俄罗斯暂时经济能全面运作。相比之下，美国呢跟伊朗的这一战，暴露双方在这个存在极大的短板。另外一方面，刚刚提到说高市早苗是会不会焦虑呢？因为现在高市早苗也发布了新的这个外交方针3大领域来推进版的印太愿景因为高市早苗呢最近在这个越南发表演说时呢，宣布日本的新的外交方针将着重3个领域。第一个呢是强化能源跟物资的供应链，好，再来是共享规则。另一方面叫做扩充国防领域的合作，甚至呢把新的外交方针呢定位修订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太。那这个高市早苗发布的这个新版的印太战略现在呢中国的这个副教授他直接这个冯超就说了，他说会不会是背后有这个焦虑，表面上升级，实际上是焦虑，因为焦虑是中国崛起太快，日本想要同时做政治安全的文章，但国力支撑不了了。好，那除了之外呢，现在美欧互杠俄罗斯难道可以渔翁得利吗？现在呢，川普呢大砍驻德美军德国的防长说，欧洲应该为自身的安全来做负责。这五角大校说了，现在要撤出5000名的美军。那德国的防长呢直接讲了，说美国计划在德国裁减5000名的士兵的举动会促使欧洲强化自身的国防实力。那国防分析家呢，甚至民主党的人士呢，甚至共和党内部的成员都认为美国在欧洲维持强大的军事存在呢，是美国对全球军事的影响力的关键。如果大幅撤军，或者你关闭基地的话，尤其点出如果尤其是德国的基地的话，将大幅降低华府的军事影响力。好，那再来看到就是现在川普严拟裁掉这个驻德美军。现在美国的参众两院的军委会主席担忧这根本就是对俄罗斯释放错误的讯号可能会释出错误的讯号，导致这样的情况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好，先请教彬哥怎么看？现在川习会倒数现在美国派运输机来到了北京，这有什么样的政治意涵在吗？其实美国总统要出行，其实要做很多事前的准备工作，包括他的车辆这些相关的一些装备这些东西都要先来，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在先把一部分的装备先运过来，然后他们现场会场勘加强维安，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惯性的准备动作。那看起来川习会如果没有什么太大意外，应该是会如期举行。虽然北京还没有证实这一点，对，但这次应该是不会再黄掉。那可是问题是，如果川普是在一个跟伊朗始终相持不下的状况下去北京，这个对川普来讲是个好事吗？他手上的筹码看起来并不多，所以他能够跟北京谈判到什么样的地步，其实也是值得我们观察。那但是看起来现在要在5月中旬就把荷姆兹海峡整个结束掉，我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乐观。所以我觉得就看吧，看川普到底打算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可是他一方面不断的对中国大陆加强制裁施压，另外一方面又说我们是斗而不破我们是没有要把中国当作敌人只是说当作彼此竞争
那你就要看中国大陆会不会这样想。我觉得中国大陆不会这样想，那只是这一次的美伊战争，其实真的是暴露了不少美国的一些缺点。是，那这个他的所有的对手，包括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甚至北朝鲜也好，他们当然都会把它纳入情报搜索的范围内，然后去仔细评估美国现实的战力。所以这个也是美国自己，他要赶快把自己的一些缺陷矫正过来。如果矫正不过来的话，那恐怕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会逐步下降。那至于说高市早苗，他又在提印太战略，是不是焦虑了？这不是焦虑不焦虑的问题，而是我觉得他根本就在天方夜谭。为什么？印太战略是美国先提出的。那请问一下，美国搞了这么多年，印太战略形成了吗？也没有啊，因为印太战略里头要有印啊。那印度向来是个滑头的国家，他有好处他会沾，你要他尽义务，要他帮你忙，抱歉他不干。是，那请问一下，你的印太战略到底要怎么形成？现在日本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而且日本的实力是远远不及美国的。如果美国都办不到这件事情，你凭什么办到？所以我觉得高市在喊印太战略根本就是个笑话，他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我不知道他在喊什么。那导致美国现在川普自己暴跳如雷，像小孩子一样发脾气，说要去德国撤军。对，去德国撤军，那真的是太好了，对俄罗斯来讲，那太棒了。你撤军就减少你在欧洲自己的影响力，那到最后搞不好北约就因为你的这些作为搞了瓦解掉，那北约瓦解掉对俄罗斯当然是件好事啊。而且川普没有想过一件事吗？就是你从德国开始撤军，甚至从其他地方开始撤军回来，然后这些人呢？这些人如果不部署，那未来可能就面临国会叫你裁军哦。对啊，因为你不需要这么多预算了，不是吗？对，那你不需要这么多预算的国会，可能就叫你裁掉。那裁掉之后，美军的影响力是不是就进一步降低？所以你是自己在削弱美军的实力啊。川普在做的就是这件事啊。所以他的所有对手应该都非常乐见。你最好不只从德国撤军，你也可以从日本、从韩国到处撤吧。你越撤，美国的影响力就越小。川普我一直说他是在搬石头砸自己的头，你知道为什么？不是砸头啊。对，因为他现在正在自动取消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那大家何乐而不为？是，好，请教张延廷将军，美军的短板是不是被大家看见了？我认为大家看了美军短板呢，把它聚焦在这个火力不足，感觉到好像这个弹药上面啊，这个供应不足，入不敷出这个状况。其实我认为啊，我要聚焦到伊朗，不是聚焦到美国，聚焦到伊朗。那伊朗它发挥了它3个优势，让美军在这一方面啊没有办法一击奏效。第一个，伊朗的战争忍受度很高，出乎美国的想象。美国对伊朗实施了40年的经济制裁跟武器禁运，结果伊朗说：“那我现在开始国防自主。”所以你注意看，伊朗的地对地的导弹，伊朗所做出来的巡弋飞弹，还包括伊朗所做出来的无人机，数量都已经到达一定的规模跟水准。是，他要国防自主，因为武器禁运跟经济制裁对伊朗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让他没有办法。所以伊朗经济上是乏善可陈，但是在军工上面，他已经建立自主的军工体系已经出来了。不管是从中国大陆、从俄罗斯，尤其从俄罗斯那边获得的技术，他自己已经出来了。他现在已经要发展他的核武，所以才浓缩铀。美国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要出手。是。那第二个呢？伊朗对这个战力的保存度超过美国的想象，因为伊朗它多山脉，伊朗4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呢，600座。因为伊朗它是高原，还有高山，还有盆地多。你看，伊朗164万平方公里。160万有8个朝鲜半岛那么大，南北韩加在一起一个朝鲜半岛，8个就是164万平方公里大，然后它就地下化，那地下化你炸不到，那个专利炸弹呢 ，GBU 那个炸弹专利炸弹呢，最多加上速度，加上重力加速度，加起来动能还有位能加进去，大概只能达到60到70公尺就不行了，因为它那个土堆没办法再往下钻，所以它地下化，你要知道那上面山还有200-300公尺嘞，所以。这个战力保存，伊朗在这一方面做得不错，因为他知道这个战争呢是时间的问题，会发生一定时间。第三个，我知道伊朗的反击力道出乎想象。你看呢，在巴格达或者在科威特，不是在科威特这个巴林卡达、阿联酋都被伊朗的无人机还有导弹轰炸，这个反击的力道出乎美军的想象。是，好，请教何先哥。是，确实啊，这个5月中旬的川普访华这件事情看起来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4月30号呢，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大陆的外长王毅跟他的对手啊，就是美国国务卿兼国安顾问卢比奥就通了一个电话。
那里面就讲到了，就是王毅开篇就讲元首外交是中国大陆跟美国关系的定盘星啊。那他也提出了几点这个中国大陆对于这一次川习会的这个诉求，第一个叫扩大合作面，第二个叫管控分歧点，然后第三他也提出要探索具有这个什么战略性啊、建设性、稳定性的这个中美关系。其中我想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王毅还提到一段台湾，专门谈了台湾问题。他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大陆跟美国关系的最大风险点，也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他要求美方信守承诺，做出正确的抉择，为中美合作打开新的空间，为世界和平做出新的应有的努力。那其实做出正确抉择这几个字我一看就觉得哇，分量很重，因为这代表着当大陆在外交语言当中提出这个词的时候，就代表说我已经向你提出一些 proposal 了，在这个议题上，而且我也不怕对外告诉大家说我已经向你提这个 proposal 了，但是我在等你做出决定，我在等你怎么回应跟怎么表述在台湾问题上面的这个承诺或者是你的看法。那当然了，那从这个整体的脉络来看，我们也可以理解，当然中美关系不是只有台湾问题，包括你说这个地缘政治安全啊、国际战略格局的平衡啊，包括中国大陆对乌克兰战争、对伊朗战争，还有对这个朝鲜核问题的看法呀，等等，还有包括对南海、中日争端等等，都可能会被放进中美的这个所谓全世界最具有影响力或最具有这个外溢效果的这一组双边关系里面去谈。那川普本人当然对这个行程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心情是很期待的。他之前说 I will get a big fat hug， 我会得这个很大的熊抱在北京。然后他之前在伊朗战争之前，他也说我希望到北京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仪仗队在那边等着欢迎我。那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一次出访就是川普在白宫这个记者协会晚宴被暗杀未遂之后的第一次到外国去访问。那我想东道主中国大陆方面会不会借这个机会也给川普一些至少在个人层面上的这个心情的安慰那我想这也考验着这个中国大陆设计跟规划整个这个行程的能力。但整体来说呢，我想诚如刚刚主持人跟张将军都说到了，美国在这一次打了这个40多天，那拖到现在已经超过2个月，包括停战的时间，它的整个战力的战术战法的当前的真实的水平，还有包括它这个跨区域调度的能力。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大白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樊启明。先来介绍这一节的来宾，前驻纽西兰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张千健舰长黄征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台北市议员徐荣庭。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心中东战事的最新的发展。这个是目前伊朗公布了最新的一个相关的提案，总共有14点的提案，最主要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在30天内能够结束所谓的美伊战争。那按照这个伊朗公布的最新的一个这样的提案，是重点全部放在要全面终结所谓的相关的一些冲突，而非仅止于暂时停火，这跟之前的提案是有点不同。不过呢，我们来看看美方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回应。川普在他自己的这个社群媒体上有特别提到，他说他无法想象这个计划怎么会被接受，他们还没有为自己过去47年来对于人道跟世界所做的一些所作所为付出相关的一些代价，因此呢，他觉得这个还要进行后续的一个谈判。那不过被问到是不是会重启对伊朗进行空袭呢？川普这边有一个最新的回应，我们来听听川普的最新的说法。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would you restart military strikes on targets inside? Well,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I mean, I can't tell that to a reporter. If they misbehave, if they do something bad, but right now, we'll see. But it's a possibility that could happen, sir. You also said that only like 85% of Iran's missile-making capabilities has been eliminated. Correct. Is that other 15% important? Does the United States need to eliminate that? Well, I'd like to eliminate it. Yeah, I'd like to. It'd be a start for them to build up again. And yeah, I would like to eliminate it. 我们可以听到川普在受访的时候是明确的提到，他希望能够彻底摧毁伊朗的一些相关剩余的飞弹产业，这是他的一些相关态度。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东的战事，美国是不是正在进行所谓的
军火的相关的一个转移哦，这个主要还是可以看到杜拜，因为一个空军基地，它包括了直升机，还有类似尺寸就是比较小一点点的这个飞机的数量有出现明显的增加，而且过去几天，包括了 V-22鱼鹰，它所负载的这些美国海军陆战队呢，一直是在阿联酋境内来进行相关的一些降落，在军事部署上有做出一些相关的一些调整。不过呢，在另一方面，我们把画面回到白宫，白宫出现了一个很诡异的一个影片哦，这个是突然在网络上出现了一个影片，是川普连续1个小时喊胜利，这个是被盗账号。我们看看最新影片内容。Winning it, w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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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这个不是跳帧哦，这个影片没有坏掉，是真的1个小时在白宫就出现这个影片，在网络上不断的喊胜利胜利哈，这个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企图，到目前为止还不得而知。而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看伊朗方面哦，伊朗方面则是对于是不是会出现这个战火重启做出了相关的预测。按照他们的说法是说，有证据显示美方并没有遵守任何的承诺会协议，因此呢，战火很可能会重新再起。而另一方面，伊朗则是在它的这个边境希望能够加强后续的一些安全哦，因此在边境部署了大量的运输机，还有相关的一些军队。都已经进入所谓的这个战斗状况，而另一方面，在飞机跟这个边界方面有部署，在船只这边也集结了船队，不断的要突破美军的相关的一些封锁。有很多消息是指出，有这个影子船队已经超过170艘，正在从中部的航道来进行这个突破口。那有超过40艘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的船舰呢，也在附近来列队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快速的移动。可以看到，在伊朗方面也做了这个是不是战火重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准备。而另一方面呢，在伊朗革命卫队则突然也公布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影片啊，这是过去的飞弹，就是他们的这个阅兵的展示画面，而且这个还是宣称伊朗在今天晚上会进行一项重大的一个测试，会不会进行飞弹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试射，不得而知。不过突然公布了这个相关的飞弹的这些影片，也引发了大家一些相关的一些联想。我们先请介大使，目前看起来中东战事的伊朗最新所提出来这14项协议。对，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伊朗的态度依旧强硬啊。我们说强硬，其实就从美国川普的角度看，那伊朗认为这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呢，现在双方这个透过不管是电话也好，或第三者的这个间接谈判，都很了解彼此的立场。是，那现在看起来，照川普的说法的话，大概提出新的这个谈判的草案跟谈判的那个大纲的，大概是伊朗。那美国反而好像比较被动一点，那所以伊朗事实上的话看起来是比较想结束这场战争的一方。那什么原因呢？很可能就变成就是说他可能认为美国既然既无力继续进攻，那么这个国际的情势还有美国国内的情势都对美国不利，对川普总统不利，所以想借这个机会呢，提出比较好的条件让川普来接受。那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就伊朗来讲的话，这场战争如果继续拖下去，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伊朗的经济生命线被美国卡住了。因为这个经济生命线的话，现在已经卡了差不多1个多月了这个就是伊朗的油卖不出去。是。那么虽然别的国家也卖，可是伊朗的油卖不出去是一个问题。虽然有很多传言就是说，伊朗现在已经透过陆路或者其他管道在销售它的这个原油，这是伊朗经济上最重要的一个经济的来源。所以现在看起来。伊朗提了好几次，最近又提了一个14点提案当然川普是不屑一顾。不过现在的问题就变成就是说，其实不只是伊朗面临这个经济上的考验，川普最大的压力也不是军事的，因为川普是攻击方，而是川普最大的压力是什么？是美国的油价。是。那么如果说现在这个油的情况供应的话，因为全球20%的油都在这里都从这个伊朗的，都从这个荷姆斯海峡，通过阿曼湾、阿拉伯海出来的话，现在如果被卡住的话，那油价势必要上涨。是。那所以这个油价对美国来讲的话，
如果说一桶涨到120以上，130、140继续往上涨，那川普的妥协的空间就会大很多。那所以现在这个基本上是在一个僵持的阶段了。当然，外界传闻很多，就是美国有进一步的打击计划，那么如何的。其实伊朗也这个发言也是很强硬，随时准备予以强烈的反攻，而且传言也是伊朗事实上话，他的这个革命卫队的水上力量，事实上包括水下力量，并没有被完全被摧毁。所以这个情况就造成大家心里还是相当不安，这场战争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不过我自己看法就是说，最后的决定还是看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因为美国自己本身虽然它不依赖海湾国家的石油跟这个天然气供应，可是问题就是说，海湾国家的石油跟天然供应会影响到国际基本能源的价格。那这个对川普来讲是非常致命的啊。那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啊，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在快速重新在部署，这个其实是一个正常的军事作业，因为它从军事的角度来看的话，谈判虽然在进行，可是军事的准备是不能够停的。是，所以你也可以看到，美国这个目前对于中东地区那么这些军火这些再布置、再部署，或者这个批准了大概80几亿对海湾国家的这些军购的项目其实都在为可能的下一波的军事这一些冲突做准备。所以，可是准备并不表示一定会打。美国一直讲说，这个美国现在有一个短可是强而有力的一个攻击，可能攻击的是伊朗的关键这个基础建设。其实这个打法，说实话，这个讲法，我觉得威慑能力是很有限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川普过去从2月28号开始打伊朗的基本的策略嘛，就是这样的那有点了无新意的感觉。所以这场战争现在这个有一点点感觉是歹戏拖棚了。那不过整体来讲的话，你就可以看出来我做一个比喻就好比说一个重量级的拳王。突然跑到那个羽量级的拳击场找一个羽量级的选手去打了一场拳击赛结果打了一个平手。那你觉得是重量级拳王该有的表现呢，还是羽量级拳手该有的表现呢？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胜负那很多西方的或者说是其他国家的这些评论人员都认为美国已经输了这场战争，而且像这个德国总理就不断的，他在这个公开的说，他说美国不断的被伊朗这个国家羞辱。不过我觉得这个羞辱这2个字我觉得对川普来讲的话，可能他的定义跟别人不一样。好，我们请舰长。首先大家要知道说，最近像刚刚包含主持人提到很多最近战场的状况。包含我们每天打开报纸看电视说最近又怎么样，调了多少的飞弹过去，武器过去，大家又准备怎么样，你都看着这个提心吊胆的。但这就是一个战场的准备，你知道，任何一个战场准备这个军人不可能说我认为一定会和平，不是，他一定要朝最坏的状况。这个我们其实人生做事情就是这样的，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你不是很肯定，但是你可以大略推得出来。第一个，最好的状况是什么？最差的状况是什么？基本上你只要想这2种，这2种你都能够应付了，我立于不败之地，那中间所有的变化你都可以掌握。那你可以看得到，目前所有的大家双方在准备，讲的话都最狠，战场准备好也很大，好像随时要大打一场的。但是你去看一件事情，最近全球的股市是大涨还是大跌，你就知道大部分其实股市是非常敏感的，它比我还要敏感。为什么？他们最清楚。就全球都在涨的话，你就知道大部分的人可能是认为不会打。第二个，我之所以认为不会打，你就知道任何一个战场，军人我们常讲一句话叫打蛇打7寸嘛。战场通常我们在讲，我们要打就打那个叫做战略重心，就他这个东西一垮，这个国家就垮掉了。可是你发现最近美国跟伊朗双方都在互留这个叫做空间。举个例子，伊朗说我的手段是什么？
对等报复，就是你不打我，我不打你，你打我，我也是对等。你看到没有？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忍耐的一个报复的手段。那美国呢？美国真的如果要去好好的打伊朗，把它往死里打，就是打那个哈尔克岛，就那个整个大概80%、90%的油源是从这里出去啊，你把它打掉，伊朗就垮掉了。可是他们双方为什么都不打？很简单，我给你留条活路，叫做狗急跳墙，我让你不要这么急，我们来慢慢的磨。那你去想想看，现在最大的可能，你叫我去推测，第一个，地面部队几乎不可能，因为那个死伤太大，美国的死伤太大。第二个，就身高冲突啊，也不太可能，因为美国的无论是弹药，它已经是供应不上了，它前线的后勤支援也不行，所以它要很快结束。那至于你说伊朗，他会不会说把这个战争往后拖？他当然更不行，他是被打的一方。然后有没有可能美国川普突然说我胜了？你看他刚刚不是一直喊胜利，他就直接撤回去呢？我不管你讲什么理由。全世界都知道你这一次是很没有面子的撤退的，所以其实你要叫我觉得最可能的一项就是，才不久之前的凯恩有次在那个国会简报，他说他们可能采取的是叫做短而有力的打击，就是我给你狠狠打一下，但是很短。其实打的目标也不很多，不可能打很多目标，但是我打几个我挑好，就是认为重要目标，告诉全世界你看没有，我胜了。那目前我觉得双方都有他的难处。美国的难处就是民意不支持啊，川普希不希望继续选下去，希不希望其中选举，他会被这个拖垮。那至于伊朗呢，我告诉你，伊朗其实就是因为你的决策层全被你一锅端了。现在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能够在整个国家有一个领导力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所有国家其实都一样，会有很多人想办法去站出来争这个领导位置，对不对？好比我举个例子好比我跟介大使今天想要争这个领导位置，那目前介大使是占据上风，他在国内是比较有这个支持的，我是第二个。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态度是什么，不管介大使说什么，我都是反对。为什么？我支持就是支持他，你知不知道？这就是在争权夺利的这个中间就会发生的事。所以伊朗现在要由谁来领导，谁说话算话，其实包含川普也知道，我到底跟谁讲。所以这是伊朗的难处。洪庭觉得战火会重启吗？我觉得战火重启的几率不太高，但是不能排除。那美军如果唯一要出动地面部队的前提，我认为是主要的地面部队是由以色列构成的。那这个确实在以色列的国内，他有这样的一个讨论的空间。虽然我个人认为蛮离谱的，因为以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大小啊，还有他的这些地面士兵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对川普来讲，最划算的打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用空袭的方式，而且就是像过去他们在做的事情一样，就去掉了几个关键的领导阶层，只要出现了领导阶层，他就用斩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这样的方式会让伊朗变成一个类似 failed state， 就失败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没有办法进行实质的统治。因为现在的情况，我个人的判断是这样，就是说，美国没有打不打得赢这场战争的问题。美国只有要花多少钱结束这场战争的问题，而美国现在目前所有的战损，不管是损失了多少的这个无人机 ，NQ9 的就损失了24架，然后美国现在有很严重的这个主要弹药的这个消耗问题，不管是拦截弹、萨德或防空型的萨德爱国者，大概50%的这个库存已经打掉了。攻击型的就是战斧巡弋飞弹，或者是这个地面型的、这陆基型的这样的一个弹道飞弹，大概也损失了40%左右。所以美国要在现在的这个状况里面，他要解决问题，他现在川普跟伊朗采取两个方式都是用撑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回过头来，就是说，为什么一个主张俄乌能够在1个礼拜之内结束的川普，会发动了委内瑞拉跟所谓的这个伊朗？那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大家从经济上看的角度的解释的理由就是什么？就是现在看起来整个的仗对民众都是受伤的，全世界都受伤，不管是亚洲这些能源进出口国，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中油、我们的台电不知道拨补了多少。5月中马上就要讨论所谓的这个增资的这些事情，不然国营企业是撑不住的，不然就是要涨价转让给消费者。可是川普跟川普的朋友们，就是所谓的能源巨子跟所谓的军工复合体，哇，那个是赚到翻掉了。是。那
过去我们最常讲，川普发动这个关税战，主要的原因在于说他想要解决所谓的这个美债的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也因为美国发动了战争，而让世界的不确定性升高，而最后大家看了一圈回来以后，还发现可能美元还是相对最保险。所以资金回流美国的也确实发生。是，所以川普的这个仗打起来，对他来讲，其实他是还有能力撑的，在经济上。但是你说在政治上，期中选举，如果我们把川普现在已经是第2任这个角度放进去的时候，他如果没有那么 care。他宁愿输了期中选举，也要获得他该获得的这一部分。那或许可能就是现在为什么这个战事还焦灼在这里的最主要原因了，因为他拖得起。是。好，我们从中东战事再延伸到这个5月中所举行的川习会哦。最新的画面可以看到，这个 C 妖拐美军的运输机突然出现在北京的首都机场。这个是大陆网友他在社交平台他所发布的一个影片，里面是有一架美军的 C 妖拐的运输机，它在5月1号。降落在北京的首都机场的一些相关的照片跟影片，因此呢，他们是怀疑这个是不是为了川普要访中进行相关的一些物资的一些运送？因为过去的一些惯例呢，美国总统出行，包括他的所谓的专车，就是野兽号，还有其他的相关支援车辆，都会透过 C 妖拐的这样的一个飞机，先送到对方的机场进行相关的一些部署。而针对了5月中的这场川习会，川普在受访的时候也有特别提到，他说这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访问，他强调会跟习近平的碰面是一个很棒的这个访问，可以看到川习会，川普这一方面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可是你要面对跟这个习近平的一个碰面，在这个所谓的中东战事方面，是不是要先进行后续的一些解决？因为到目前为止，伊朗战事可以说是重创了不只是美军的军事武器装备，还有就是财政的系统哦。因为按照这个国债规模80年来，它是首度突破了它的这个 GDP 哦，这表示这场战争已经考验了美国的军事还有所谓的金融的相关的一些霸权，对于军事跟经济都有产生很大的一个冲击。而另一方面呢，在这个美国方面也有提出一些警告，就是3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的5%的这样的一个水准，如果明显失守，那很可能会是一个通往厄运的大门哦。这个对于美国经济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再回到上次这个记者的这个晚宴，就是川普遇袭的这场活动。这场活动有一个新的一个话题哦，就是连美国的国防部长的夫人，难道他也穿这个大陆的所谓的大陆货？这边就出现了 Mega 的铁粉就崩溃，说好的美国优先，这个是一个疑似来自大陆的中国海外快时尚品牌的这个平价的这个礼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赫格塞斯他的夫人穿了这个浅色的这样的一个长裙哦，是很好看。不过呢，被发现这个是不是疑似来自中国海外的快时尚哦？因为按照这个意大利的一些时尚界的博主也提出，这个好像不是这个夫人第一次穿中国品牌的礼服来公开亮相。除了穿礼服之外，现在还被发现川普的这个维安人员，他的配枪、他的瞄准镜是不是也是中国制造？那很多大陆的民众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情况，因为呢，在最近包括美国这几年来都是以国安为理由，禁止很多项的美国高科技的产品相关的一些设施进口到美国。没想到川普他贴身的维安人员用的竟然是大陆方面的一个装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瞄准镜被发现很可能是大陆企业所制造的相关的一些产品。在我们放轻松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赛车就是张雪机车目前出现了一个大逆转，甚至还出现夺冠的情况，全球都为之疯狂。这主要是张雪机车它再度爆冷门，主要针对这个 WSBK， 就是这个相关的匈牙利的站这边进行了冠军哦，而且最后一圈呢是用大逆转的方式，到目前为止已经拿到了3个冠军到手哦。这是5月2号的时候，在第4站匈牙利的第一场战事哦，再度夺冠，而且是在最后一圈出现大逆转的这个情况，是超越了前方2个领先的车手，率先冲线，而且这次也是爆冷门的。得到了队史上第3座分站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冠军哦，因为前2站在葡萄牙已经连夺2座冠军，到了匈牙利这是再得一冠，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个冠军哦。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个
相关的车手3座冠军得到之后，以目前的年度积分是来到了97分，是排到第3名。以一个今年才正式成军的车队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怪物级的表现。而另一方面，我们来看比较这个相关比较轻松的画面，这就是张雪的妻子，她也见证了这个夺冠的最新的情况。当时呢，他们是跟团队一起去吃这个路边摊，去吃一个很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平民美食。他们在当时就是看着一个小小的笔记本的一个电脑来进行相关的直播。这些人呢拿的这个就是这个啤酒，吃着毛豆，十分接地气。而当车手他冲进了这个终点线的时候，张雪突然安静，他非常非常的紧张，高举双手，在确认直播的时候，传来这个张雪冠军夺冠，他非常非常的高兴，抱着旁边的这个团队的成员高呼这个非常非常的开心。那张雪机车到目前为止，2025年它全年的销售量只有2.5万辆，可是今年夺冠在10天之内订单就暴增，突破了1万台，可以看到张雪机车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一个话题。我们请谢大使。现在看起来，这个川普去中国大陆访问啊，这个已经越来越成定局的表现。前2天，川普在这个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记者问他去大陆访问，他做了刚刚上述这样表现。他说这个会议是一次很精彩的一次访问，不过时间是蛮短的，只有2天，短短2天的时间啊。不过这种元首级的会谈，基本上不是坐下来谈判，而是坐下来把他两边团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对各种议题的这种谈判做一个怎么样，画上一个句号，然后呢，让他得到一个新的一个成果，就是双方合作的一个新的起点。所以中国大陆跟美国事实上对这种元首会晤大概是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元首的会晤所得到的结论是推动两国关系最主要的一个动力。是，所以这次的访问，我想对大陆来讲，对于美国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从这次访问最后的就是说得到的结论就可以看出两国对未来关系是持一个什么看法。当然，中国大陆驻联合国的大使级常任代表傅聪，我看他2天前在这个联合国接受记者的英文访问即席访问，记者有问到这一次访问会不会谈到这个美国跟伊朗的战争，那傅聪他答得很直接，他就说如果到那个时候，也就是说月中的时候这个月中，也就是川普到了北京，如果美国跟伊朗战争还没有结束的话，他确认这个美伊战争一定是会在两国元首谈判就是讨论的那个议程上面。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如果谈这个问题的话，大概中国大陆一定是占于优势的，因为美国是当事人，而且他这场战争他也被拖住了。那不过整体来讲，我看很多西方的这些评论人员都在说，其实这一次中美的元首会晤中国大陆是基于强势，是因为美国现在深陷了很多的这些战争里面，尤其这场美伊战争让美国这个面临很多不确定性。那这个对川普来讲，他很难硬得起来，底气不足。不过我们主要在台湾看的，我们比较关切就是会不会谈台湾问题。那不过前2天这个王毅跟美国的国务卿通电话的时候也特别点名了，他们这次要谈台湾的问题。所以到底会谈的什么情况，反正到时候他们2个见面结束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讨论。好，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请洪庭。我想运输机到北京那大概暂时解决了大家很多的疑虑，因为大部分还是有人在提到，就是说，这个川习会到底会不会如期举行啊？那现在看起来，先遣部队既然已经到了，那就表示大概这整个的这个会面是箭在弦上了。是，但是这里面还是有一些相关性的问题，我觉得可以纵归一起来谈，就是说。你在看这个川习的时候，大家都在担心说，好，到底什么东西会放到川习会的这个桌上？那现在看起来，伊朗一定会。那伊朗这个问题在川习上面也还蛮复杂的。
因为中国大陆也是一个能源的进口国，那它过去因为战备储备买的非常非常多，所以呢，它暂时在这一波的这一波的这个油价里面，它暂时没有受伤比较小。对，可是，在整个量体的估计上面，大家认为说它大概可以撑7个月。那7个月之后，它也会遇到一些状况。那这些高油价的浮动啊，这些它的成本还是要必须去负担。所以，对于很多人提到，就是说，你说川习会这个会议里面提到伊朗这场的部分的时候，我认为中国大陆之前有去释放出一个讯息，就是你应该要来找我，我来帮你搞定这件事情。什么讯息呢？就是大家不要忘记，在双方美国跟伊朗在巴基斯坦谈判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是不是公布了说他的巴基斯坦的总统跑到了中国大陆去，然后在那边逛那个博物馆，有没有？那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在外交上面的一个信号，就是说，你看双方在你的国家谈判，可是他把总统请出去，请到我这里来访问，可以传话。他其实某种程度就是在秀一个 muscle，就是说其实这件事情你要是拜托我搞不好可以帮你出点力，所以他是在累积谈判的筹码。那这里面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自己对我们国家的问题，我就觉得问题大多了。因为上礼拜我才在这里讲，就是说，当外交部次长在彭博的这样的一个访问里面，主动的提到说，我们很担心我们会被放在这个谈判的这个名单或单子里面或这个桌上的时候，这种时候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应该要低调。但是你看这礼拜我们又做了什么事？这礼拜我们做了一个所谓的突击式的这样子的一个外交突破。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外交突破会不会造成这个谈判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意外？一定会被拿出来在这里面讨论，就是说，你要做到什么，你要把人家管好啊，你也不能让人家做这样的一些部分。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我回过头来，我还是对我们自己的国家国安跟所谓的外交团队打一个问号，就是我们的战略能不能跟战术一体？否则战术的胜利不是战略的胜利，战术的胜利甚至有可能会变成战略上面的成本。那如果我们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有面子的事情，然后导致我们在川习会被交易了些什么，那这个就真的叫得不偿失，这个真的要好好的算一算，而不是为了面子而失去理智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讨论。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最后我们请舰长。大家刚刚有看到这个张雪这个机车哦，这个汽车的品牌叫张雪，他人名也叫张雪。他的故事非常的励志。他小时候很穷，10岁左右哦，父母就离异了，然后他就为了自己的生活，他半路就辍学，然后跑去他的喜好就是机车，他这一辈子就热爱机车。然后他一开始的时候在那学。他就帮人家做改装机车，因为很多人去改装机车嘛，他就做这个生意。后来他觉得，我也可以自己做这个机车厂啊。他就有一个伙伴，大概出了最多的钱，他就成立了这个叫做机车厂，然后卖的还很不错。后来这2个合伙人就分道扬镳，为什么？这个做机车的这个出钱，他认为说你就这样就好了，你不要再弄了。但是他就一直追求他的品质，然后他就出来，他是裸退出来的，他没有拿任何东西。出来之后，他就一心一意的去做这个东西。你看看他今天的成就，他居然可以做到全世界最快的。那世界第3了。对啊，那我现在问你一个，是他很厉害吗？